Justin 的 Picnic 第2期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曼哈顿的最南端南街海港来录这一期的野餐节目。我们还在等我们的 Carrie 小伙伴。来啊！我们的第3位小伙伴终于出现啦。OK， 那我们今天充满了波折。今天我们就可以开始继续我们的 Justin Picnic。今天的内容是讨论的美式中餐。所以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的一道中餐，美式中餐的菜就是 General Tso Chicken 左宗鸡。这个是我今天在家里自己做的一道左宗鸡，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得到吗 ？OK， 这样的。可以。卖相很棒哎。OK， 这个比饭店卖的好多了。那好，那我们的 Annie 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一道非常有特色的，她自己做的美式中餐。有特色的炒饭界的叫什么？乱炖。对，应对上一期干饭人的强烈要求，我们的野餐呢现在要配备米饭。这个是今天介绍的是比较中西结合的米饭炒饭，因为我用的是黄米饭 （brown rice）。美国人很喜欢这种所谓的 fancy 健康的东西，因为黄米饭里面有很 high fiber， 就是高纤维。然后里面呢，今天我放的是 turkey breast， 火鸡胸，就是没有 fat， 没有脂肪，然后有鸡蛋，有青豆，有玉米，还有中国特色的香菇和木耳。然后因为是乱炖呢，所以基本上家里的能放进来的东西都很能放，所以我们放了花菜，看看你们能不能吃到。这个 highlight 呢是我放了芽菜和香菜，这个能让我炒饭达到 next level， 真的是 next level， 等会儿让干饭人来评价一下。为了满足干饭人的强烈要求，这是给他的 size， 然后我们会真假的？对比一下。我从昨天晚上6点我就没吃饭，我靠。OK， 那今天我们的 Carrie 有福了，是一份非常 Annie 准备了一份非常内容丰富的什锦大杂烩的炒饭。OK， 那我们先开始品尝我们今天的2道美式中餐。那我们先一起来尝一下这道什锦杂烩大炒饭的味道。可以，是吧？首先感觉到的味道就是芽菜的味道，好吃呀。对，一定要放香菜，就是香菜和芽菜就是亮点。香菇的味道也非常的出众，还很健康。那个黄米跟白米，什么区别来着 ？Brown rice 和 white rice。对啊，就为什么健身要吃 brown rice？ 黄米就是它是属于比较没有经过精致加工的米饭，所以算是粗粮。粗粮的话的优点就是在你吃进了身体之内，你的身体代谢的速度会比较慢，所以它的那种不会造成你血糖的急速的升高，会缓慢的释放这个糖分，那就会让你的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对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和各方面都会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这样子你就不会特别容易饿。那卡路里呢？卡路里应该是一样吧，应该接近。对，精致的米饭主要是导致你的胰岛素的剧烈变化，会对你的那个身体的脂肪的转换会有比较大的这你都知道危害。你昨天晚上先查的吗？没有，知识渊博。刚查的，没有，其实应该这算大家一个常识了。应该别说常识，我不知道我都不我用这个来讲吧。那接下来就来尝一尝干饭的这个好搭档 General Tso Chicken 左宗鸡。哇，那先让女士先来。谢谢，迫不及待了。好看，来。你这个
果比方便面好吃多了。真的吗？你这是中餐，不是？你不要这样子，我好不容易做了一道美式中餐，其他人那是美式中餐，结果你就我是力求想做一道美式中餐的味道出来，结果你说我没达到这个味道。就诚意好满，就是你知道在外面吃是会裹很厚的一层面粉啊什么的，但是 Justin 的这个真的是这个其实左宗基的做法倒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复杂，所以是我第一次做这道菜。然后呢，整个口感可能跟中国的这种糖醋排骨的味道有点类似，但是因为有干辣椒的原因，所以会比较有一点点辣的味道。整体做法就是把鸡腿肉切成小块，然后把它先用盐和酱油还有胡椒粉先腌制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然后再把它裹上放一点淀粉，1小勺玉米淀粉，裹上淀粉以后放进热油里面炸5分钟，然后到它变得金黄酥脆的时候捞出。接下来另外的一个油锅里面起一个锅，然后放一些油，然后把调好的酱汁、蒜末，里面有蒜末、姜末、酱油和香醋，还要放一大勺的糖，然后把它搅拌均匀以后放到那个锅里面去，然后呢再把刚才之前炸好的这个鸡块倒进去，迅速翻炒一下，撒上芝麻就可以出锅了。所以味道怎么样？还是像中餐吗？不像美式中餐的味道吗？可能我觉得 Carrie 这么说是因为辣椒可能你放的比美国人放的多了，美国人的 tolerance 还是挺低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这道菜其实是一道湘菜，而不是一道粤菜。要放糖吗？要放糖，一勺糖在酱汁里面。说起这个 General Tso Chicken， 其实可以整个代表了一个美国华人的一个移民史。就我最近在看了一个关于 General Tso Chicken 的一个节目以后，才发现其实就这道菜我来美国以后，我一次都没点过去餐厅。我好像是，就是我觉得好像新一代的移民来到美国后，对这道菜其实是特别陌生的，甚至是有一点点鄙夷的态度，就觉得说这个根本就不代表正宗的中国菜嘛。然后，但是在美国却是大受欢迎。这道菜是最早是由湖南的这个跟左宗棠是同乡的一个大厨叫洪兴贵，然后他是受命来在国民党接待美国的一个参谋长的时候研究出了这道菜。这道菜的他当时的本意就是希望能够像他的同乡左宗棠将军一样，就是百战不败，百战不殆。语文得我教你吗？所以就取了这样子一个名字。结果这个美国这边的参谋长吃过以后呢，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等他回来美国以后，就是普及了这道菜，并且让美国的厨师来做出了这道菜，后来就在美国受到了特别大的欢迎。那我们根据今天的菜就来聊一聊，关于美式中餐，背后的，就是整个的我感觉，这种文化认同吧，就许多小伙伴来了以后会。我说的是新一代，像我们这种比较年轻的，来到美国或者是国外的这些新移民，会对这种老一辈的第一代的移民会，就是这种文化之间上面的这种认同感并不是特别的强，但其实这背后的历史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清楚。然后当我看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历史以后，才发现其实左宗基包括还有这一类的这种比较偏甜口的这种美式中餐，其实它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当第一代移民过来以后，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主要是以淘金或者是修铁路为主的这种工种，但后来遇到这个排华法案的颁布以后，他们就只能是汇集到一起来做餐饮，就餐厅或者是这种洗衣服的这种比较低端一点的服务，因为这个整个社会当时还是比较不接纳或者是比较排斥这种有色人种来做一些比较高档的职业。
这就造成了为什么会出来研究出这种比较适合老外或者是老美口味的这种中餐，也是做一种当地的一个适应和革新吧。因为如果你想想看，如果就是完全照搬的把正宗的中餐搬到美国来，其实很难让当地人接受。比如说猪耳朵呀，你如果只做凉拌猪耳、鸡爪啊，就是很难让大家能够敢于去尝试这种中餐的。所以经过改良以后，主要做的这种菜就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鸡肉、牛肉，再配上一些比较健康的蔬菜，比如说西兰花或者是一些大葱啊，这些就是包菜啊，这些比较容易接受的。而且口味方面是加了很多糖、很多酱油，是比较又甜又咸，然后有时候还有一点点酸的这种味道，是比较比较符合就是美国人的口味吧。包括像这种商业运作的成功而导致对文化的这种刻板印象的一种曲解也是存在。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国内的时候就吃过那个肯德基的一款新奥尔良烤翅，哇塞，那个时候就是这款鸡翅简直是风靡了大江南北。但结果来了美国以后，发现美国压根就没有新奥尔良烤翅这个东西，而且新奥尔良根本就跟烤翅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是完全是属于是一个商业化的运作，然后他们打造了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让人觉得 OK 这道菜和美国是有一个内在的联系的，就跟我们吃的这个左宗鸡一样，其实跟中国你说有文化的联系在，确实是有，但是这道菜并在中国并不存在，只是为了符合一个美国这种当地的口味，然后给它取一个比较 exotic 的名字来吸引关注，最后也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成功。所以我主要想就是呼吁大家的就是，因为来到美国和海外的第一批移民主要是以中国、广东，包括南边、福建一带的这种移民比较早，第一代的移民来了这边比较早，所以他们就按照他们家乡的这种样子来建筑了这样各个地方的这个 Chinatown 中国城，然后也成了他们当时在就是西方的文化和大众排挤的这种压迫之下，而唯一存在的一块安全的庇护所，所以一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块非常具备我觉得是有一个这种叫什么 home away from home 这种感觉，对吧？就是除了你家乡以外的第二个家乡吧。所以当我们这种第三代的，或者是我们也不算第三代，我们就是新的这种年轻的移民过来以后，看到了这种东西，会觉得比较的惊讶，然后呢也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抵触，包括不是特别的能够认同。所以我在这边想呼吁的就是大家能够多了解一下这个老一辈移民的这种历史，还是比较艰辛的，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所以能够新一代的这种年轻的移民对老一辈的移民多抱有一些尊重和感激。那么同样新一代的现在移民来了以后，也在极力的去重新呈现一个真正比较真实的中国的样子，现代的中国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包括吃的这种菜的口味更加的地道，更加的正宗。所以老一辈的移民我觉得也可以对新一辈的移民多一点支持和鼓励，这样才能够大家作为华人和中国人在海外团结友爱，然后有更好的发展。说到底大家都是龙的传人，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多多团结，然后互相支持。点赞 ，subscribe。好了，那这就是今天我们 Justin Picnic 在南街海港的节目，希望大家关注和点赞 ，subscribe，cheers，拜拜。